这位首席弟子此时俨然已经成了渡仙门年轻弟子的面皮担当与颜值担当。他资质出众，仙宝护身，神通法术一样不缺，斗法时也是全神贯注，极为认真，临阵反应也颇为迅速。不少好事者开始讨论，若是小琼峰狼牙棒的巅峰状态遇到首席弟子有情玄雅，不知道会摩擦出哪般激烈的火花。但是出世12轮下来，李长寿并未遇上有情玄雅，且就算是遇上了有毒师妹，李长寿也是早有副案来应对。说到认输，他可是专业级的，有龙宫认证的那种。出世结束的这一日，正自遐想间，李长寿的心底泛起了一丝狐疑。隔了10多年，毫无征兆的再次心血来潮，心念微动，似乎还是与自己切身相关之事。这又是哪里出问题了？但凡心血来潮，必是有事发生，但福祸不定。李长寿最先看向玉台之上，还以为是有金仙看透了自己的伪装，但是很快就断定并非如此。心底掐指推算，南海神教各处也并未有什么战祸，没有发生什么流血事件。不对劲儿。李长寿很快就发现了少许异样，有一处神像此时的状态有些不对劲儿。他不敢轻易地放心神过去查看，小心翼翼地探究着。与此同时，藏在地下的指道人也苏醒了一只，悄悄地靠近那处庙宇所在。不只是李长寿，此时敖乙也皱着眉头，但敖乙此时的修为不过是元仙境，距离真仙还有一段距离，且也只是二教主青龙大护法，只是略微感觉到有事正在发生。敖乙的仙识扫过李长寿所在的位置，并未发现教主哥哥有什么异常，心底也就没有多管这件事。海神教之事自然有龙宫替敖乙打理，敖乙现在就是一边赚功德一边搞修行，尽早发挥出自己全部的血脉之力，成为龙族的一根顶梁柱。另一边，李长寿的指道人很快靠近了那一座出现异常的神庙。此时的仙识缓缓搜查，发现了到底是何事。自己的庙里似乎来了一位了不得的人物，那是一名白袍青年，一名灰衣老者，后面跟着8位身穿青色长袍、气息凝厚之人，似是侍卫一般。这8名侍卫的修为竟然都是在天仙境。李长寿的心底暗自惊讶，透过神像看了眼那白袍青年，立刻看到了一缕缕金光在这青年身周盘旋，那分明是功德护身、天地护持才能有的状况。白袍青年似乎有所感应，负手看向了海神神像，但也只是一笑。走吧，惊动这里的正主了。是。一旁的灰衣老者低头应答，跟在白袍青年的身后，带着8名天仙侍卫朝大门而去。真是谁啊？李长寿的心底一阵纠结，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青年，白袍，看不透的修为，如此功德护身，出门还讲究排场，莫非……指道人立刻收敛仙识，同样施展风雨咒，被动监听。就听着白袍青年出了海神庙之后，对身旁老者笑道：看了这么多南赡部洲的野神，除去道门供奉之外，也就此地还算不错。教凡人向善，护凡人安康，给善人以功德，成宵小之恶徒。只是冒领地府轮回之功劳，总归是有些不对。那老者笑道：您选好此处了吗？再多看看，此地还有龙族掺和一脚。这个龙族素来傲慢，自是远古遗族，我倒是不想与他们相谈。听到此处，
李长寿的心底已经是有了一丝明悟，他心底立刻冒出了2个选项：其一，出去结交一番，趁这个机会搭上洪荒真正的潜力股；其二，顺其自然。但是听他们在谈论之时，说不定这位白袍青年是动了让野神规划扩充自己势力的想法。李长寿现在必须尽快地做出选择。李长寿几乎没怎么犹豫，就选择了第3个选项，去混个眼熟，不点破此人的身份，刷一下海神教的好感。在这一刹那，李长寿的心底分析了自己主动去结因果可能会出现的最坏状况。他对这个白袍人完全不熟，不知其品性脾气如何，且李长寿不得不考虑自己还有人教弟子的背景在，若是自己太主动，会不会让人教高手不喜？心思急转之下，李长寿的这句指导人已经是化作那名白发白须慈眉善目的老翁。此前他来海神教探查时，最初用的就是这般形象。老翁手持拂尘，自一片林中钻出，故意隐藏部分行踪，却又暴露一些元气扰动。海神庙前正准备去城中逛一逛的一行人，有半数立刻发现了李长寿的这具指导人的踪迹。那灰衣老者向前，在白袍青年身后低声说了几句，后者露出了几分微笑，带着自己的一行手下继续朝那城镇而去，就当没有发现这个突然出现的老者。李长寿立刻明白了一些什么，端着拂尘驾云向前，心底想着该如何搭讪呢？总不能说一句道友请留步，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拿一块板砖凑上去说一句道友这块砖是你掉的吗？那估计会被8名侍卫直接撕了。李长寿的心底不断地思量着，离着这一行却是越来越近了。很快李长寿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这10人中那8名护卫以及那名老者都是用仙力包裹在自己鞋底，看似是在走路，其实不沾半点地面的浊气。唯独那白袍青年，白靴之上已经染上了泥土。门内大比此时正在进行出世第12轮的比斗。李长寿今天的斗法已经打过去了，以10胜2负的成绩稳进前360名，林娥也是8胜3负。接下来的一场无论是输赢如何都可以进入下一轮。李长寿一心两用，此时自然是将大部分的心神都寄托在这具化身之上，此时对他来说确实是十分重要。李长寿谋划躲避封神大劫之事已久，此前最靠谱的方案就是将自己和师父师妹安排去天庭做一个小吏，但这般并非是完全保险。若自己在封神大劫开始之前谋不到正神之位，理论上来说也就无法完全躲避开封神大劫。按李长寿对天地大事的观察，封神大劫很有可能会分为2个部分，主要部分自然就是3教仙人下场，在南赡部洲发生，借武王伐纣之事，为天庭选拔正神。次要部分便是将中神州此时越发臃肿的道门道城来一场大清洗大劫难，将大半仙门的高手弄去天庭做天兵天将。李长寿如今的修为虽然还不算太高，但是在未成仙之前就已经在筹谋此事。大劫之下，阐教12金仙都被削掉了顶上3花，削弱了自身道行，截教这边更是死的死伤的伤，自己必须要掌握主动，跳出封神。李长寿也不曾想到海神教能够吸引来这般机缘，而且听对方2个主要人物的谈话，似乎是在各处考察这些野神的供奉，并收编1-2个野神
扩大自身的势力。这个思路，没毛病，也确实是符合如今天庭的状况。但是自己却必须要稳妥考虑，人教、道门、天庭、龙族各方面都要考虑周全。今日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接触一下，最好能结个善缘，不图不谋，不多算计。与此同时，李长寿的心底暗自警醒，机缘虽好，却不可强求，更不可卑躬屈膝，落人教面皮。这位道友，城门前，面容慈祥的老翁驾云落下，手中端着一本海神教教义，向前喊住了白袍青年。这本书可是道友调的？思前想后，李长寿还是用了这般搭讪之法。书。前方白袍青年转过身来，李长寿也算是亲眼看到了此人的长相，英俊的有些普通，又有一股难言的气度，尤其是那双眼眸，仿佛历经了沧桑，被红尘历练打磨得无比透亮，好似本就能够看透世间的一切迷惘。几名侍卫立刻上前，李长寿却是已经停在了10丈之外，端着拂尘做了个道揖。这边那灰衣老者做了个道揖，替着白袍青年还了礼。白袍青年笑道：我未曾见过此书，如何会掉了此书？哎呀，打哑谜。李长寿上辈子受过9年义务教育，这辈子学了如此多的人教经文，这事儿倒也算是半个行家。当下指道人伴坐的这老翁笑道：道友若不见此书，如何会知自己是否掉了此书？白袍青年微微一笑，细细品来，这句话却是高深莫测，隐隐有命格命数之说。善。白袍青年伸出手来，李长寿用仙力包裹，将此物隔空递了过去，如此也省得那几个侍卫向前。城门外还有不少行人过客，都是凡尘之人，而白袍青年这一行人不知道用了什么神通，周遭的凡人都似乎没有看到他们一般，偶尔有人投来视线，也会觉得此地如常，很快就看向别处。明人不说暗话，这个神通李长寿也想整一个。白袍青年接过这本海神教教义精装版，仔细地看了些，随之缓缓点头，笑道：此书确实与我有缘，道友赶来送此书，可是认出我是何人？李长寿沉吟一声，没想到对方竟然真的好这种哑谜的调调，罢了，投其所好就是了。于是李长寿又道：道友本该居9重天阙，却在此地现身，料想应当是为我这香火教派而来。那白袍青年闻言挑了挑眉，淡然道：你既现身相见，莫非有意投奔？若如此，为何不是真身前来，而是来着一纸人？纸人？那几名天仙侍卫略微变了面色，李长寿却是心底暗叹，这一位不愧是道祖道童圣人们的师弟，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分身来历。当然也有可能是后面那灰衣老者所说。李长寿道：身不由己，陛下海涵。这里就想直接确定对方的身份。哦，白衣青年目光顿时有些玩味，他看脸左近，便道：你我在此地闲谈有些不雅，不如去一妙处。当下那灰衣老者从袖中拿出一幅画卷，缓缓打开，却是一幅山水图。这白袍青年一步迈出，已是消失在山水图前。李长寿略作思量，检查了一下指道人身上的自爆自焚禁制，
以及本体身上的防推演之物，端着拂尘飘向前。临近山水图，李长寿就感觉一股拉扯之力，眼前光影流转，恍惚之间已经是到了画中之地。一处山间闲庭中，那白袍青年以及此时本该在外捧着画卷的灰衣老者，在凉亭中一坐一立。李长寿的心底思量着，自己该如何引起对方的好奇心，并跟对方结下善缘，且不会牵扯出其他因果。飞到近前，已经是有了副案，先打几个哑谜，试试效果再说。几个时辰后，夜深人静时，3道流光飞出山水图，指道人所画的慈祥老翁向前做了个道揖。那贫道就不多打搅道友的兴致了，请。白袍青年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目中流露着少许不舍。方才我所说那事，还请道友好好斟酌。道友应已知我苦衷。唉。白袍青年的目中满是感慨，对眼前这个人做了个浅浅的道揖。李长寿淡定回礼，道揖自然是要更深一些，随后便告退离开，驾云飘向不远处的海神庙。他刚一走，这一行10人身中，那股遮掩他们行踪行迹的晦涩道韵越发浓郁。白袍青年目光注视一阵，叹道：不曾想知无心意者竟是一野神耳。东木公爵此人如何？深藏不露，心智过人，且对天地大事无比了解，解析入木3分。灰衣老者，也就是东木公，在后低声道：这位道友献给陛下的那12条谏言，依老臣所见，当真字字珠玑。不错，大多与吾心底所想不谋而合，有几条谏言吾此前都未曾考虑到。白袍青年细细回味着，这几个时辰他们一番长谈，让他都感觉受益匪浅，但又觉得有许多地方高深莫测，自己也体会不透。刚才的那一句不谋而合，也就是凑个面皮。